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我是光台医生卢玉。我是阿成。来，我们今天来聊点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很敏感。在台湾的企业当中，对，大家都很怕聊到薪水这两个字。没错没错。但是最近呢，我们在Trade上面有看到一个议题，对，叫做倒插薪资。国际讲名词哦，哇塞。对，其实这个议题呢，就是在讲说，在一间公司里面啊，后面进来的人，他的薪资呢，会比前面待了好几年的员工薪资还要更高。有呢，有。那个我在辅导的时候，有些那个业主啊，他会说，因为他找不到人，对，然后因为找不到人，他就会又把薪水调高。他的过程是这样，比如说像假设说现在的公告薪资已经是28000了，那28000你要找一个大学毕业是不太可能，所以他就把那个薪资就把它调到3万。对，可是有可能假设同一个职缺来说，假设是采购好了，那目前呢有个员工在里面已经做了10年的，那他大概也是13万，经过很多年这样调的时候，10年他3万，可是现在一进来的人就叫3万，这个就还好，这个至少是2个是3万，但有看到比较多的，他会是有可能里面的人是3万，但外面来的是3万2，尤其是会发生在工业区蛮严重，就是他隔壁也有一间大厂嘛，对，然后隔壁嘛，他可能比较小间一点，然后他因为就抢不到人啊。因为比较优秀的人呢都被隔壁的大一点的给抢走了嘛，他只好又开高一点点，就为了要让人进来。没错，因为当人家大厂已经钱加下去了，你不加你就会抢不到人才。对，但是其实这也引发一种很神奇的效应啊，就是说，原本既有的员工啊，他已经待了比较多年，他可能就会想说，我已经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资历了，那现在新人进来，他完全不用有资历，就可以跟我领一样的钱，那他心里面一定会有些矛盾，那像这种矛盾，不晓得我们以前在工厂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形？那怎么样呢去化解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然后老员工我那天去辅导的那个客人是讲说，他说老员工都算忠诚。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在你这里工作嘛，然后他家啦什么各个时间上他也掌握都很精准的，他可能要接送小孩子，他就已经很习惯了。再来就是他可能又考虑我也就只会这个，他就在这边一直做。但是当他发现说，为什么现在进来新的人他的薪水跟他一样或比他高，那我在这里待这么久，那公司都没有看到我吗？有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文化，就是那我就看你多厉害啊！你进来，我不教你，你会吗？会有这个，那新人就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有时候可能刚 interview 的时候很好，那个人资啊，关于我就觉得那不错啊。可是我们来3个月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觉得开始不 OK， 然后就面谈嘛，然后可能就离开，或者是说这个新人他自己也带不下去。他有可能会被这些老员工给排挤，一定会有这种现象。团体生活跟同事之间相处很重要的。对啊，很多种情形会发生啊。当然，这有时候是因为以前假设我们更久之前，像可能在公司有那个20年经验的这些人员，他可能当时那个社会环境要求，可能就比如说高职就可以啊。对。但是现在高职找不到工作啊，几乎都是大学生啊，他都给嘛。对啊。对，所以学历跟他的那个薪资也是会略有一些差异啊。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也不是说那个老员工就觉得说你才刚来就怎样。现在新人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会的东西其实也算是蛮多。比如说像 AI 这种东西，假设一样都是干业务好的，那他会 AI 这些工具，他可能把一些资料拿进去分析，可以很快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在比较久的老员工可能不擅长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在技能上也是略有一点点的差异啊。我们讲你好业务这份工作，我自己也有一点感触。因为像我以前开始入行做业务的时候，在我们这行业务你就是只要够勤劳会跑，然后你只要会开车去拜访业务，赶递名片，你只要赶就好了，只要赶就可以。对，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在网络上一些行销技巧，你自己也要去掌握到。比如说最基本一个就是你 FB 有没有在经营对，因为大部分的工厂业主都还是比较习惯使用 FB 嘛，没错，所以你 FB 你有没有在经营？那再来就是现在新一点的话，可能我们接触工厂2代，可能要用 IG 对，
那再来更进阶的，现在因为前2年脆出来之后，对，也很多的工厂2代也会在脆上面去发文，然后跟很多人去做交流。是。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刚刚在讲比较像是个人的社交媒体嘛。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需要去着重的地方，就是在影音这一块。比如说像短影音，然后还有像我们现在在拍 YouTube 的长影音的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做业务真的是。你不仅是你要懂得发文，然后你要会拍片，要会剪片。像我们现在就是在拍片嘛，对不对？也是，对吧？这也是我以前刚入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们会需要透过这种自媒体的影片来行销宣传自己，这是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因为现在新的业务人员加进来到这个行业之后，他会觉得说，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他如果不用一些现在那个Z 世代的方法的话，他们很难就脱颖而出。而且这个也是确实是他们独有的一门功夫啦。以前可能是属于玩票性质，但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运用在自己的职业上面。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比较老一辈的业务人员可能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自己在脆上面我有看到一则留言，非常的神奇。他说他是作业人员，对，他说10年前作业人员他们的起薪呢是28000。对，其实如果以10年前来讲，应该还算高还算高，还算蛮不错。对啊。然后他说呢，现在10年后，他们的起薪呢变4万1，新人进来就是直接破4万。我觉得蛮惊讶的。对，有啊，我刚不是讲说工业区这个会很严重吗？我就是开车去台中工业区嘛，然后经过一间这是很大的上市柜公司，他那个牌子红布条作业员直接用红布条，对，红布条就写了作业员起薪4万5，还不是用那个 LED 跑马灯，没有红布条，这么的 local。就这很大，要是4万5，旁边这些比他，因为你上市柜公司4万5，旁边这些采波人找不到人，正常啊。那他为了要找到人嘛，他是跟我说他要找研发的人。你看又要找研发的人，研发又更贵了。研发的人他旁边隔壁4万5，都跑到那边去，跑到4万5去。对啊，那你只好开到4万6、4万7、4万8。但是他现在在他里面的研发主管都不到4万5嘞，那就很奇怪了。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薪资结构里面，我们特别要去探讨，其实不是单纯只看我们现在招不到人这个问题，而且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好，今天我HR 开出这个薪水之后，我招到新的人进来了，那我原本的员工呢？怎么办？没错，有时候业主就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啊，就是觉得为了要抢人嘛，一直开，一直拉高，所以才会要差薪资嘛。就是后来的人薪水比现在的人高，那现在人一定就是这些老员工，他就觉得那我的忠诚不值钱，我的年资不值钱，我所有的努力不值钱。你公司可以现在这么大，也是我曾经做过努力嘛。对啊，没错。就是所以其实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是这样子的首先做盘点，员工名册列出来，他的年资，然后他现在的什么岗位，他的学历、经历，然后他现在的表现如何，考核这些事情，然后其实就是职等职级表要出来。你要让员工明确说，当你是什么的学历是什么的状态下，几等几级开始，再加上你的年资，再加上就一个等级，就是很明确的一个薪资结构，说让他知道说我晋升是有望的。还有一个就是当外面的公告薪资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员工好像都没有被调到。对，真的，就他没有被调到，但是他调到什么？我有问这个公司，他问我这些问题，我有问他，他说我们公司每年都有调薪3%到5%，然后又一样又考核嘛，3%到5%，外面那个公告薪一上去就不止3%到5%。没错，对啊，所以加薪的幅度跟力道呢，不能够低于政府的规定。像我好几年前就是会在谈22K 嘛。就是你们大学生的时候，不就是说大学毕业22K 啦，怎样，就喊了一片天。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在喊22K，我就是倒回去看我们传产，很多人的我们讲是底薪，不是全薪，他的底薪还不到22K 呢。对。那我们在跟那个业主讲的时候，老板那时候的老板他还觉得22K 的底薪偏高嘞，但实际上是你找不到人。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老板他就是他的事情比较忙，他认为他有专门的 HR 管理部的人，这些事情他们会去负责，而且他会用20年前的想法去看这些，他会觉得说，那我们以前才怎样啊？对啊，才多少钱？才1万多块，为什么那个时候10年前要开到2万多块？没错，其实很多制造业老板他自己已经不知道现在的公告薪资是多少。
就是距离那个我们很常讲的，老板距离现场太遥远。有时候也不是他不整不调，就是每天调上去的那个幅度，如果 HR 没有跟他讲，老板现在外面怎么样子的哦，就是这是个互相的啦，你不要以为老板都知道，他其实是很不知道。那在那个职务上的人，你必须具体告诉老板说这个现象。这样讲好像老板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不是，他们也很辛苦啊。你看那个川先生一震动，20几%、30%就上去啊。他那个叫内忧外患，他光是在外面接单，他没有时间想这些。可是如果里面的主管就想说，头家也不供，阿姨都不叮当嘛，老板没讲就没动嘛，他就可能按照20年的制度啊，每年可能考核调个3-5%，所以永远这些旧人跟不上前面来。讲实在的，其实如果是用以前旧的思维，有可能员工薪资增长的幅度还来不及通膨，来不及，所以才会说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说这个物价，然后甚至是这个房价，会感觉让我们的人民有点喘不过气，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优秀的人都跑掉了？优秀的人资讯量知道的，善用一些资源的人，他就知道，他就会对啊，因为现在查资料非常的方便，对，那大家就会善用网络这些资源，甚至是如果大家还有管道去找到一些代办的资源，就是放手一搏的人，想要跟他拼一把的，他就会找到这些资源、这些管道，然后想办法都要让自己能够去国外打拼看看。对，也许不一定是长久，我们都还在外面，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有离开，有出去拼一波，我可能会有机会翻身。不然他如果持续留在国内的话，可能就只能按照这个大家预想得到的剧本，然后去发展他的职业。那我是觉得还是回归，就是先把我们公司的人力进行盘点，把人力跟薪资，然后他的学历、经验，然后年资各项都列表进行那个盘点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已经落差太多了。真的是要一个表看清楚啦。那身为 HR 的人呢，我们有这个职务的那个角色，我们必须据实把这些条件提出来。然后比如说，可能像如果你直接跟老板讲说，现在外面已经在我们要调薪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所以必须整理完整的资料，然后跟他讲如果是怎样调多少状态，整个公司1年下来会增加多少费用。但是老板也不能因为想说所以公司1年下来要增加300万那怎么还得了？但这是事实啊，不然你还是找不到人啊，永远的这个问题存在啊。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今天当原料涨价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给它涨。对啊，所以再回过头来，我们去讲说，当我们的人事薪资成本该要涨上去的时候，也是得让它涨。因为如果我们不涨上去，其实反而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一间公司的根基。因为如果跟了好几年的这些老员工们，他一旦产生了动摇，内心动摇了，他想要离开，对啊，如果说这些就是中梁砥柱都被抽掉了，那这些公司不就要垮了吗？对啊，所以其实是他们也是在过日子嘛。那通膨如果来不及让他过日子，他没有办法再多大的中层啊。那当然我们也理解说企业经营真的非常的辛苦，然后一直在被压缩，所以这里就回归啦。如果老板你在经营的时候，你的财务报表、你的各项你要看好，如果这样下去真是你不能承受的，也是得要先思考其他的对策跟方法，但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给员工什么，那其实也不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你早晚会遇到，他肯定会，假设万一他来个出走潮，你会很难很辛苦。没错，其实最后我有一个想要提问，对，就是我们的这种人事薪资的制度啊，它跟 ISO 的管理办法是有相关的吗？很多人以为它不相关，确实是这样子。如果用 ISO 来看，它都只在讨论品质啊。对，但我在写东西，我不是这么写，因为比如说像公司30人以上就有工作规则，基本上像这种工作规则啊，我也会用 ISO 的写法写比如说上班管理、出勤管理办法、请假管理办法，然后什么升迁管理办法啦，我各种办法，我都还是把它拟成一块一块的办法，纳在 ISO 里头。那它就是公司一个，我们公司有6法全书，有属于人的，有属于事情的，属于品质的都有啊。那个就是公开透明的那个薪资制度。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员工，对啦，我们都会跟员工签那个什么薪资保密，但是老板们，亲爱的老板们，不要以为真的是那个做得到，他底下一定会问。
对，我们不能够不食烟火，假如说你因为你没有听到，你不知道，所以你以为没有，不会，真的。那你怎么防？你怎么罚得不了啦。不如我们建立起一套就是透明，然后有规则的那个职级，然后以及升迁制度，然后让员工知道说他可以透过怎么样子的努力去争取到更多的薪资收入。那这样子呢，我们也有助于就是企业留住呢优秀的员工，然后才不会让公司的中流砥柱给流失，去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根基。当然一步到位可能没有办法，但是你其实把这些算出来之后，你大概知道，假设我像这样一口气让我100-200万、200-300万一年，我可能没有办法承受，那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每一个阶段，今年先让它再拉上来多少，不是那个3-5块小，就是先拉到一个程度，明年再一个程度。总是有一些我们会跟上，就是让新旧的人员有点差异，然后从他们的差异不一定是单看薪资总额，他可以从年资、学历、经历跟技能，连技能都可以进行盘点。像你刚刚讲说，都是做业务，你对产品很熟没有错，但是我多了发文能力，我会做小编，我还可以做这些什么影片什么等等之类的，让公司加值嘛。我们找员工也是帮公司加值的啦。一旦可以加值，企业竞争力就会再上来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差不多就先到这边啦。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挑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主题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因为我们希望后续呢，还可以就是多跟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媒体上面多一些互动。如果你想要看我们讨论哪些议题跟公司的经营或者说工厂管理有相关的，都非常欢迎在我们各个社群平台上面，不管是 FB、IG 或是Threads上面，都可以去留言跟我们讨论哦。那这一期工业诊疗室的内容就先到这边啦。那如果对这集的内容你有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第一时间就收到我们的上片消息的话，请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好，那我们这集的内容就先到这边咯，拜拜。